Hello IT Time 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一龙。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在清谈群里发的一些思维导图。第一个是关于动态库和静态库，第二个的话就是 OC 和 Swift 的混编。然后发完之后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发的内容的话可能写的有点简单，然后他有一些地方他看的不太懂，然后我就统一去回复一下大家可能有一些疑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选的这个混编方案是一个静态库的混编方案？第二个就是既然我列出了动态库和静态库的一些区别，那么在项目中的话，我们如果用到动态库和静态库的话，我们怎么去选用？什么场景下用哪个库？然后这两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的。然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话，我们先理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动态库和静态库，究竟是怎么去定义的？静态库的话，这个就不需要过多的去那个解释了，因为我们项目中大部分用的一些库的话都是静态库，而且如果你从事 iOS 开发比较久的话，应该是接触的静态库已经是非常久远的。其中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需要着重强调一下，就是像我们在 iOS 8之前，所有的库，我们自己的第三方库都是静态库，包括一些以点 framework 去结尾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静态库。然后这个静态库的话，我们也可以起个别名，因为正常的静态库应该是点 A 文件，然后可以叫做那个嵌套的 framework， 然后与点 A 的 framework 做一个区分，同时也和动态库就是标准的那个 UIKit 这个点 framework 做一个区分。然后动态库的话，我们这边这个的话是 iOS 8之后会产生了一个这样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就是我们第三方库也可以去打一个动态库，而在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场景里面，我们是不讨论苹果的点 framework， 因为苹果的点 framework 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封装改造，或者是重新去打一个包，因为它本身苹果的动态库的话限制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考虑它这个范畴。在这个定义的前提下，我们去讨论一下动态库和静态库孰优孰劣。首先我们去横向比较一下，第一个特点就是静态库的话，它的分发文件会比较大。这个怎么理解？就是我们像平时 SDK 去微信的开放平台或者有梦的开放平台的话，我们去下那个 SDK 包，这个包的话会大一点啊，但是动态库的话，这个包会小一点。但是这个指标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会去关心的指标，而 IPA 包的大小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关心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受到来自于比如说运营或者是产品经理这边的一些需求，就是说我们去关心 IPA 包的大小，而不是分发文件的大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理清，就是这个时候可能跟直觉是相反的。分发文件大的话，它 IPA 包的话不一定就大，而且可能往往会变小一点。然后它包为什么会小呢？因为是在打到这个可执行文件的时候，它静态库的话是以类文件为最小的链接单位。这个就导致说，比如说我们用到很多无用的类，但是在打到静态库里面的话，我们最后链接到可执行文件里的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些类，它根本就不会打进可执行包里面，所以这个时候 IPA 的包大小就会变小。然后但是那个相反的动态库的话，它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它整个就会把lib 里面所有的代码都拷进这个可执行文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APP 的启动速度，或者准确点叫冷启动速度。因为这个时候它们的差别是比较大的。然后如果你在不做任何优化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就说静态库它能够使 App 的冷启动速度变快，然后动态库的话它会让冷启动速度变慢。但这个时候有个例外情况，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优化，
可能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优化的话，也可能导致这个结果是正好相反的。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可执行文件的话，它是有一个 rebase 和 bind 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你静态库也好，动态库也好，都是需要 rebase 和 bind 的。但是区别在于，动态库的话，因为它是本身就是每一个动态库，它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所以它每一个可执行文件都要执行一次 rebase 和 bind。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优化。优化点在哪？就在我们可以把动态库的话进行揽加载，而静态库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揽加载的。就是我们这边它虽然就是只会一个 target 的话，它就会只会和主可执行文件和静态库，然后就 rebase 和 bind一次。但是动态库的话，它是有办法继续把这个动态库给拆分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去 rebase 和 bind一小部分的这个动态库，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就作为一个揽加载，然后你启动之后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去把它加载到内存中。这个时候会优化一下整个启动速度这是一个。所以它动态库和静态库哪个启动速度快，这个并不是有一个定论，而是看你怎样去做一个策略。另外就是这里有一些刚才讲的就是冗余代码这个问题，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例外情况，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了是 Object-C 或者 Offload 这种选项的话，这个时候你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它静态库会把一些没有用到的那些类给剔除掉，这个是不生效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 False Load。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处理一下，既处理掉那些静态库区分不了分类的这个问题，同时又可以就是利用静态库的这个优点，然后让包大小更小。其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包大小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整个 iOS 9之前会有 text 段会有60兆的限制，动态库的话就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静态库就解决不了。其他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一下，然后如果我看到的话，我就会回复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比较多的话，我就会统一在录个视频就回复一下。行，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吧。动态库和静态库怎么去选择，哪一个更优，哪一个更劣？总体上而言的话，现在在 iOS 9之后，我们 text 段的话也没有这个限制了，所以动态库它本身优势的话，不是很明显。动态库的话本身，它现在主要应用点就在于，比如这一点，你可以用动态库去改善 APP 的启动速度，这是一个。我这个整体，你要抽一个，你要把这个动态库进行拆分，然后进行揽加载的话，它需要做的工作量比较多。工作量在于你要决定哪一个动态库是需要第一次启动，就启动的时候就要去加载，而哪一些是需要去揽加载，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工作量，就要做代码的拆分，这是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extension 开发，这个时候是如果用动态库的话，它可以明显的去减小这个内存和整个 APP 包大小的一个问题。其他的话，其实它动态库现在应用的话，就场景非常有限，所以现在主流的话应该都是静态库。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我采用静态库的这样一个混编方案。既然刚才讲了动态库和静态库的这个优劣的话，其实答案应该很明显了，就是这里我也列了一下，就说在 iOS 9之后，同时也去掉 ARM-V7 的话，其实动态库的必要性就非常减弱了。然后我们用到场景可能就是iOS 9之前的那个 text 段的60兆限制，然后还有 extension 的这个extension 包大小和那个内存，还有动态库拆分可以启动，可以去优化冷启动速度。除了这些场景之外的话，我们大部分 app 的话其实都是用静态库，所以我们这个
以更通用的场景来讲的话，就静态库和静态库的混编方案是更通用的，而且是大部分场景都能覆盖的。所以我们这里就采用了一个静态库的混编方案。同时的话，因为 Compose 和像 Swift Manager 的话，本身对静态库的一个 Swift 的静态库的一个静态库混编的话，也做了非常好的一个适配，在技术方案上应该是阻碍不是很大。这就是我今天回答这2个问题吧。然后其他问题的话，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共性的问题，可以发在评论区。然后如果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话，然后我就会统一录个视频再回答一下。好，今天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